听起来可能有点玄乎，又好像跟我们每个人都挺有关系的道教概念——三尸神。你可能听过不少神仙故事，天上的神仙，庙里的菩萨。像葛洪的《抱朴子》里就说这三位神他不住天上，也不住庙里，他们反而是常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而且他们那个目标希望我们早点死。道教语境里说的这个三尸神，是古人用来代表或者说人格化我们身体里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欲望啊、控制不住的情绪啊、道德上的一些小毛病啊，大概就是这么一套内在的导弹系统。葛洪形容他们是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就是点出他们不是实体，但确实能影响我们的心性。感觉上是古人用一种特别形象的方法来描绘人性的弱点。抱朴子、太上三尸中经这些古老的说法，这三个到底是谁？他们是怎么搞破坏的？古人又有什么招来对付他们？最关键的，这几千年前的说法，对咱们现代人管好自己有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启发？这个核心概念在抱朴子微旨里其实就提到了，三尸神的根本目的就是欲使人早死。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是这么想的，人死了，他们就能脱离这个肉体的限制，变成自由的尸鬼，还能享受人间的祭祀。所以你看，他们的利益跟我们想要长命百岁那是完全拧着的，就像身体里的内鬼或者说反对派。那这仨反对派成员具体叫啥？怎么分工的呢？我看后面的道经，比如太上三尸中经，还有那个云集七千，好像说的挺细。第一个叫上尸鹏居，说是住在人的脑袋里，大概是大脑附近，这感觉就像是老在你耳边嘀咕，再玩玩手机，再吃点好吃的，躺平算了的那个声音。它主要负责的就是勾起我们对感官享受的沉迷，让我们贪图安逸、懒，容易走神。这种描写其实特别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个享乐主义陷阱，或者追求及时满足的诱惑。这个上尸鹏居啊，可以说就是古人对这种让人精神涣散、沉迷感官刺激的倾向，给它起了个名字。资料里还有个挺有意思的说法，说他们姓彭，据说是跟那个传说活了800岁的彭祖结了仇。为啥结仇啊？大概意思是在彭祖身上，他们没能得逞，没能让人家早死，所以就记恨上了，算是个小八卦吧。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叫中尸彭志，他住在腹部五脏六腑那一块。这个呢，更像是我们心里头贪嗔痴里面那个贪和嗔的代表，贪婪和愤怒。对，它主要就是挑动我们的情绪，还有物质上的欲望，让我们变得特别贪财，容易发火，嫉妒心重，老爱跟人比，斤斤计较。这个也挺常见的。是的，中尸彭志可以说就是我们内心那些情绪和物质欲望的点火器，它利用的就是人对钱啊、名声啊、地位啊这些东西的渴望，还有就是当你得不到或者觉得被侵犯的时候，那种愤怒怨恨的强烈情绪，这些在中医和道家看来都是特别消耗人身体能量的。所谓怒伤肝，思伤脾吗？然后是第三个下尸鹏角，这个住在人体下部，靠近肾和生殖系统那边。那他负责啥呢？他主要负责挑动更原始的一些欲望，比如说色欲，还有就是虚荣心，让你特别在乎外表是不是光鲜亮丽，喜欢跟人攀比，买名牌啊什么的。当然也包括沉迷情色这方面。明白了，就是更本能的冲动和面子上的事，繁衍相关的欲望。另一方面也包括了从这里衍生出来的虚荣、攀比。道家不是讲肾藏精嘛？过度放纵这些欲望会损耗人的根本精力，让人意志力变差，也更容易懒惰。了解了这三位的业务范围，那他们靠啥活着呢？总得有能量来源吧？主要靠2种东西，一个是所谓的谷气，吃的那个谷，对，就是我们吃了五谷杂粮，尤其是吃的太油腻、太精细、太放纵之后，身体消化产生的，古人认为是比较浑浊的气。他们觉得你吃的越不健康，这种浊气越多，这三尸就越兴奋、越活跃。那另一个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本身。欲望，每一次贪心，每一次发火，每一次嫉妒，每一次放纵自己的行为和念头，都会产生一种可以说是负面能量吧。这种能量也会滋养他们。这下我彻底明白了，怪不得道家修行那么强调要吃清淡点，要清心寡欲，合着不光是为了身体好，还是在战术上给这些内部捣蛋鬼断粮啊。可以这么说，他们分工明确，目标一致，还有自己的能量补给系统，听起来确实不好对付。是啊，那他们具体是怎么搞破坏的呢？他们这个破坏啊，也挺有章法的，不是直接上来就打你，而是分2步走。哪2步？第一步是诱惑和耗损，他们通过放大我们自己身上的弱点和欲望，让我们自愿的去犯错、去放纵，从而消耗掉我们的精气神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上师棚居让你沉迷刷手机、打游戏到半夜，消耗精神，让你总想吃点好的，吃多了不消化，产生浊气，遇到点困难就想放弃，阻碍你进步。这个确实像。周氏棚志呢，点燃你的贪念，看见别人赚钱你就眼红难受，引爆你的怒气，一点小事就着火，怒伤肝嘛，让你变得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道家认为想长生得积善，他就让你反着来，下士捧脚，勾起你的色欲，沉迷低俗内容或者放纵自己，伤的是肾经，催生你的虚荣心，打肿脸充胖子去追求名牌，还让你懒得动弹，不想学习提升。听了都挺戳人的。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是他们让你觉得这些小法都是我自己想要的。你想吃宵夜，你觉得是我饿了；你想跟人吵架，你觉得是他先惹我的。很少有人会去想，这背后是不是有那个捣蛋鬼在悄悄使劲？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自我损耗。真的是温水煮青蛙，在不知不觉里就被带沟里去了。那第二步呢？听起来这第一步已经够厉害了。第二步，那才是他们的杀手锏，记录和告状。跟谁告状？根据报谱子这些书的说法啊，这三尸神就像是我们身体里安了3个24小时的监控探头，不光记录你做出来的坏事，比如骗人、伤人、放纵自己，甚至连你心里那些不好的念头，比如你心里特别嫉妒某个人，或者起了很强的贪念，就算你最后控制住了没做出来，他们也给你记下来。这要求也太高了吧，怪不得道家老说要慎独，就是没人的时候也要管好自己的念头，原来是怕被这内部记录员给记小本本呢。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啊，他们也不是随时想起来就去告状，他们有个固定的汇报日，叫庚申日。这是按天干地支算的那个？对，就是按那个干支纪日法，每60天轮到一次，就在庚申日这天晚上，特别是夜深人静，人睡得最死的时候，大概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5点这个时间段，这仨家伙就悄悄地流出你的身体，跑到天上去。去找谁？去找天庭里掌管人寿命的那个神，叫司命神君。司命神君。对，他们就向司命神君回报，说这60天里都干了哪些坏事，动了哪些坏念头。据说啊，他们回报的时候还会添油加醋，夸大其词。这不就是打小报告，还带歪曲事实的？那汇报了之后呢？后果严重吗？后果在道经里写的挺严重的，叫夺算。什么是算？算是古代计算寿命的一个单位。司命神君听了三尸神的汇报，就会根据你犯错的大小，从你的寿命账户里扣时长，还能扣寿命？小错扣1算，据说1算等于3天寿命。要是犯了大错，比如伤天害理了，或者修行人严重破戒了，那就要扣1纪。1纪是多少？1纪是300天，就这么一点一点扣，积少成多，等你的寿命余额扣光了，那人就该走了。对修道的人来说呢，这还会阻碍他们成仙得道。这个设定真是让人听了背后发凉。每60天来一次 KPI 考核，不达标还要扣生命值，这要是真的，那压力也太大了。那古代的修道人面对这么厉害的内部敌人，肯定得有对策吧？那是当然，道教经过很长时间的探索，发展出了一整套跟三尸神斗智斗勇的策略。咱们来看看资料里提到的主要方法。好，赶紧学学。最直接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叫守庚申，就是守着那个庚申日。对，逻辑很简单粗暴。既然你们仨要在庚申日我睡着的时候溜出去告状，那行，这一天晚上我就不睡了，睁着眼睛保持清醒，看你们怎么走。具体怎么做呢？一般的做法是，庚申日这一天呢，先要注意饮食清淡，最好吃素，然后减少各种欲望，保持心情平静。到了晚上就不能睡觉了，可以通过打坐啊、冥想啊，或者读经文什么的，反正得保持自己是清醒的，一直熬到第2天早上大概5点以后，确认他们那个汇报窗口期过了，才算完事儿。这听起来就像是跟他们打时间差和意志力战，一手不睡着本身就是个挺大的考验啊。的确，所以守庚申本身就是一种修炼。除了这个，还有辟谷和服食的方法。辟谷我知道，就是不吃东西。不完全是，辟谷的核心是避开五谷杂粮，目的是啥呢？就是减少他们赖以生存的那个浊气的来源，断他们的粮。但这不等于完全饿着，可以用一些水果、蔬菜，或者道家常用的一些药饵，比如黄精啊、茯苓啊这些来代替主食。不过啊，这个得特别提醒，辟谷不是谁都适合的，有风险。古书里也说要谨慎，最好是有经验的人指导才行。这个要注意。那服食呢？吃什么？古代文献里提到过吃一些矿物类的药，像雄黄、朱砂什么的，说能驱除三尸。但是啊，这些东西是有毒性的，现代医学早就证明了，绝对不推荐大家尝试。我们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用健康的食疗养生方法来调理身体。那
除了这些比较硬核的操作，还有没有更根本一点的办法？最根本的办法其实就是那4个字儿：清心寡欲。这可以说是釜底抽薪了。你想啊，既然欲望和负面情绪是三尸神的口粮和能量来源，那我们从根儿上就把这些东西减少，他们不就没吃的，慢慢就衰弱，甚至饿死了吗？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做起来难啊。所以需要下长期的功夫，比如每天自我反省，看看自己脑子里都想了些啥，哪些念头是出于贪心、生气、嫉妒或者虚荣。还有就是管理欲望，学着分清楚什么是生活必须的，什么是可有无可的，什么又是明显有害的，有意识的去减少那些不必要和有害的欲望。再有就是练习静心，每天哪怕抽出10分钟，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冥想也好，或者就只是放空自己，让心静下来。最后多做点好事，培养慈悲心。道家认为啊，做好事能积攒功德，这种内心的光明正气是三尸神特别不喜欢甚至害怕的东西。这么说来，清心寡欲更像是一种长期的内在生活方式的修炼，从根本上改变三尸神赖以生存的那个土壤环境。正是这个意思。当然还有更高阶的方法，属于道教内丹修炼的范畴了，叫什么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这个听起来就很高深了。这个就比较复杂了。简单理解呢，就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呼吸方法、精神观想啊，有意识的去转化和提升我们身体里3种基本能量。精就是生理基础的能量，气生命的活力，神精神意识。最终目标是让身体里边充满纯净的阳刚的生命能量。你想啊，在这么一个高度纯净和谐的内在环境里，像三尸神这种代表阴暗、负面、混乱的东西，自然就待不下去了。但这个必须得有名师指点，普通人千万不能自己瞎练。咱们梳理了这么多关于三尸神的古老说法，还有应对方法。现在关键问题来了，咱们回到现在，你可能会想，这都几千年前的观念了，听得跟神话故事似的，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到底有啥实际联系呢？咱们又不修仙，也不一定信真有神在天上看着打分。这确实是个好问题。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呢？如果我们不把三尸神当成是真实存在的鬼神，而是看作古人对于人内心那些负面倾向的一种非常深刻的洞察和象征性的表达，那它的现代意义就一下子清楚了。那个上师朋居，诱惑你沉迷享乐、懒惰、分心，这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普遍在挣扎的对抗信息过载、娱乐致死还有拖延症的问题吗？那个中师朋至，跳动你的贪婪、愤怒、嫉妒，这不就是现代社会里消费主义的陷阱，工作上的焦虑，人际关系里那些让人内耗的负面情绪吗？还有那个下师朋角，代表原始欲望管理不当，过度在意外表和别人的看法，还有缺乏行动力，这不也都是我们很多人会遇到的困扰吗？确实是，这么一对照，感觉这三尸神简直就是住在我们心里的现代病啊。可以这么说。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除三尸的过程其实就是一场跟自己内心弱点进行的战斗，是一场非常深刻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提升。这么理解就通俗多了，也实用多了。那具体可以怎么用呢？有没有什么小方法？我们可以从这些古老的智慧里提炼出一些现代人能操作的自我管理小工具。比如说，第一，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内在警报器。下次你发现自己又想熬夜刷手机停不下来了，或者因为屁大点事儿就火冒三丈，或者看到别人升职加薪心里酸溜溜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停1秒钟，心里默念一下，这可能是我的上师或者中师、下师开始活跃了。给它贴个标签，给这些负面冲动贴上一个象征性的标签，能帮助我们更快的识别它，跟它拉开一点距离，然后你就能更有意识的去选择我是不是要听它的。这个方法好，有点像心理学里说的那个想法识别。还有呢？第二，可以借鉴那个定期反思和盘点的模式。咱们不用真的每60天就守个通宵，但可以学那个周期性的概念。比如给自己定个周期，1个月也好，2个月也行，找个不打扰的时间，坐下来好好回顾一下这段时间我情绪怎么样，老是因为什么事儿不开心，有没有养成什么不太健康的习惯，比如吃东西、睡觉、花钱方面，我的精力都用到哪去了，哪些是值得的，哪些是瞎忙活或者内耗。然后呢，就
为下一个周期定1-2个小小的能做到的改进目标，这就像是定期给自己的内心做一次审计。内心审计这个词儿用得妙，感觉很有操作性。再有呢，就是把那个清心寡欲的原则现代化，用来提升咱们的自律和专注力。这个不是说要过苦行僧的日子啊，而是说要更有智慧地管理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比如说刻意练习静心，每天僵持那么5分钟、10分钟，安静地坐一会儿冥想，或者就是注意自己的呼吸，训练自己内心平静和专注的能力。这个很多人都在推荐。还有审视你的欲望清单，定期看看自己想要的东西，分清楚哪些是真的需要，哪些只是想要，特别是那些被广告啊、社会潮流硬塞给你的欲望，练习对那些不必要的冲动说不。这个也很关键。再就是有意识地培养积极心态，可以练习感恩，想想自己拥有的东西，或者每天做一件小小的善事儿，哪怕是对陌生人笑一下，帮别人开个门，这都能帮助减少内身的戾气，增加平和感。刚才还提到辟谷，虽然说不能随便模仿，但它背后那个清理的想法，是不是也能借鉴一下？绝对可以，我们可以做广义上的生活清理。这个清理啊，不光是身体层面，比如饮食上偶尔轻断食，不需要搞那么严格的辟谷，但可以定期安排1-2天，吃的特别简单清淡，让肠胃也休息休息。这个可行。情绪上也要排毒，学点健康的表达和疏导情绪的方法，比如写写日记、做做运动，或者找信得过的人聊聊，别让那些不开心、焦虑老憋在心里。练习今日事今日毕，不带着怨气睡觉。情绪垃圾也要及时清理。还有环境和信息也要断舍离，定期清理家里用不着的东西，让住的地方清爽点。同时呢，也要注意我们接受信息的断舍离，少刷点没营养的短视频，取消那些不必要的邮件订阅，保护好自己最宝贵的注意力资源。太对了，这么一圈听下来，感觉三尸神这个古老的说法，简直就是一套非常系统，而且还挺深刻的自我审视工具箱啊。它提醒我们，那些让我们难受、内耗、进步不了的因素，很多时候根源就在我们自己心里那些没管好的部分。鲍布子这些古书里讲三尸神，我觉得它更深层的用意啊，可能并不是要我们去害怕什么超自然的力量，而是通过这种特别生动的象征手法，促使我们往内看，去认识到管理好自己的欲望、情绪和念头有多重要。所谓降服三尸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战胜自己弱点的过程。当你能更好地驾驭自己的内心了，人自然就会活得更健康、更从容，也更有力量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对古时候的修道人来说，除三尸可能是为了长生，为了成仙。那对咱们现代人来说，理解并且有意识地去转化这些内在导弹管代表的负面倾向，或许就是通往一个更幸福、更自主、更充实的人生非常关键的一步。每天进步一点点，在自律、反思和内心的平和上多下点功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有价值的生命建设了。那么最后也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自己琢磨琢磨。古老的智慧提醒我们说要慎独，就是哪怕在没人的地方，没人知道的时候，也要管好自己的行为，甚至包括自己的念头。如果我们借鉴这个想法，就算不完全相信有什么记录员在给我们打分扣寿命，仅仅是出于自己负责、对内心诚实的态度，去努力培养内在的正直和善意，尤其是在那些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时候，那么这种坚持，它本身会对我们的自我感觉、内心的平静度以及我们整个的生活质量带来怎样一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呢？